运20演练空中加油，解放军在南海的作战能力会有多大的提升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运20运输机亮相以来，大家都在盼着以这架飞机为平台，搞出一系列的特种飞机，比如说预警机、加油机，这两个都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。前几天呢，在网上看到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，就是在广东的某城市上空，一架运20低空飞过，而且呢，后面是近距离跟着两架战斗机。稍微仔细看一点就能看清楚，运20身后拖着2根加油管，这是一架运20和2架战斗机在训练空中加油。再加上去年11月或者更早的时候，网络上还爆出过一系列这个照片，包括运20给歼20加油，给轰6加油。那么这一系列照片都在说明运20加油机正在逐渐成熟。而这次一次同时给2架战斗机进行加油，这已经不是试验的性质了，这是实训，说明运20加油机已经形成了作战能力，可以给一线部队提供加油服务了。另外呢，这次我们要看到训练场景是在广东沿海，那么当地的空军部队进行这种加油训练，指向性恐怕意味就更浓厚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拥有航母和南海岛屿机场之前，我们的航空兵在南海只能是象征性存在。当时你看我们歼82战机最大航程才2000左右就算是从海南岛最南端起飞，飞到南沙的外围就要返航，否则呢一定是没油。而且全程必须是高空省油，不能超音速，不能做复杂机动，不能空战，天上多用一点油量，到家只能靠跳伞。苏27来了以后，作战半径呢倒是好多了，但是一来一回路上就消耗2000多公里的油料，如果不带副油箱，只带弹药，到了南沙上空其实也坚持不了太久。所以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当年在南沙活动的时候，如果需要不间断空中巡逻和掩护，那只能靠大量战斗机轮流起飞。第一个批次在南沙巡逻没几分钟就要返航，然后下一批跟着上。一个机场的战斗机在空中是轮流接力，蚂蚁搬家一样跑上一圈，而舰艇上空掩护力量说到底也就只有2架左右。真遇到空中威胁了，还是相当于单方面当靶子。所以有了航母跟南沙机场之后，在当地起飞情况就好很多了，就不用把这么多油料和时间都浪费在航路上。但是也要考虑到，我们现在2艘航母，毕竟载机数量和出动能力是有限的，岛屿机场同样有容纳空间不够的问题，而且作为前线机场也容易受到损伤。所以一旦面临复杂的环境和高强度对抗，来自岸上的支援仍然是必不可少。那么我们的歼11也好，歼16也好，或者其他的远程战斗机和加油机配合，就可以让战斗机不用带副油箱，满载弹药起飞，然后中途空中加油，再飞抵战场。返航时候可以再加一次油，保证回程油量足够，这样也能让巡逻任务时间变得尽可能延长。我们可以算笔账，如果没有加油机，一架战斗机在南沙上空停留半个小时左右，有加油机的话，可能巡逻2到3个小时，那就相当于现在一个机场的兵力顶得上过去4到6机场，而一架运20加油机又相当于过去轰油6的载油能力2倍。那么同样的加油机数量，从轰油6换成运20以后，我们还可以让前线兵力保持更大的规模。防御巡逻是如此，进攻性作战也一样。歼16、歼11还有轰炸机可以通过往返2次加油，让突击距离增加不少。而且随着制空权的获取，加油空域还可以继续前出，那么我们还可以进行多次加油。这样的话，如果说东风是送快递的，那么空军以后就可以当搬家公司了。再想一下，如果接受空中加油的轰炸机挂的不是一般的炸弹、巡航导弹，而是空射的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呢？空中值班的时间和范围会增加到什么水平？又会让我们的战略核反击力量往前迈多大的一步？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讲运20是中国战略空军的基石？它的作用可远远不止运兵、运车、运坦克。所以呢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身边一个小朋友现在30多岁，运20某系统的总设计师。想当年呢，他是带着一群20多岁年轻人一起参与系统设计。他对年轻人们说，这是他们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机会，为中国战略空军插上第一双翅膀。事实证明，他们有这个机会，确实是得到了别人难以获得的独特的幸福。好，关于运20加油机的成熟对中国的战略空军意味着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
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